2025年的夏天注定不平凡，不但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发现了，中共内部可能已经发生了一场秘而不宣的寂静政变，就连美国前驻外大使史维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。中国将向何处去？掌握兵权的张又侠会解体中共吗？或是继续改革开放，还是重回毛泽东时代？娃哈哈老板宗庆后这样的中国富翁及精英们，嘴上喊着爱党爱国，但他们把孩子生在美国，财富转移到美国，早就用脚投票了。这样的主流民意，张又侠会阻挡吗？他能挡得住吗？这里是大时局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旅美文化学者吴作来在台湾媒体中央广播电视台撰文表示，近半个世纪以来，中共高层每次寂静政变的背后，军方始终是决定性力量，军方的立场与态度往往决定派系斗争结果。由此可得出结论，中共在稳定时期是党指挥枪，但在特殊历史时刻，枪杆子反过来决定党的最高领导。吴作来指出，习近平此前成立的领导小组涵盖内政、外交、统战与资讯等领域，实质上架空了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和国务院的行政统筹。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巨额投资、雄安新区建设，还是对俄罗斯上不封顶的支持，相关政令均绕过政治局与国务院，直接由领导小组执行。也就是说，习近平的小组治国废止了政治局与国务院的决策和行政权，类似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另立中央的做法。而上个月，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，相当于是对习近平的拨乱反正。新成立的该机构负责谋大事、议大事、抓大事。吴作来推断，中共元老已介入高层议事，该机构旨在协调元老与政治局、全国政协、全国人大、国务院及军方形同多方联席的常设机构，不仅约束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，还为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及21大布局，以确保政权平稳过渡。由此推论，2024年三中全会后，中共内部可能已发生一场秘而不宣的寂静政变。而美国前驻外大使史维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。他7月16号在纽约邮报发表习近平正在失去对中国的掌控，而川普可以推他一步一文。文章指出，最近几个月来，习近平的亲信高层接连被罢黜或神秘死亡。习近平对中共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越来越不稳固，独裁者就像独裁政权一样，往往看似牢不可破，实际崩溃在即。就像苏联解体前几个月，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预测苏联将继续数十年的稳定，即使专家也不敢预测苏联会很快解体。目前中国统治精英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，中国经济低迷，资本大量外流，失业率达到萧条水平，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完全不可持续，正在引发中国各地的深度骚动，甚至公众抗议。如果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认为国家无法承受更多的动乱，他们很可能会精心策划习近平的平稳下台，以避免混乱的政变。北京政界人士表示，习近平过去几年在国内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犯下的灾难性错误，使得他的继任者很可能像当年邓小平那样，采取有利于集体领导和改革的治理方式。文章认为，习近平正在抵制他的政治退出，川普的关税将中国经济推入了真正的困境，削弱了习近平的权力，同时也增加了他的继任者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可能性。各种迹象越来越清晰，习近平时代即将结束，美国和西方盟友必须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将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，而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全球对手。森哲深谈的主持人姜森哲表示，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习近平的下台是中共内部高层的规划和策划，
因为现在中共高层也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，就是只要习近平继续掌权，中国经济不可能好转，只能越来越烂下去。而中国经济烂下去，最后也必然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。中共政权为了避免垮台，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罢免习近平。只要习近平下台，中共政权就还有希望；习近平不下台，中共政权毫无希望。现在中共内部的高官正在精心安排策划，让习近平平稳地下台，来避免混乱的政变。原中共海军航空兵部中校参谋姚成在 X 平台发帖表示，出人意料，他从军队朋友处获得信息，全军的政治学习有了重大明显的转向，重提毛泽东思想，重提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。姚成认为，张又侠对军队进行整改后，他要有明确的导向了，他不会再顾及其他，不走军队国家化道路，也不走军政府道路，但不会让其他势力再来影响军队。但是张又侠解体中共走民主化道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他如果采取中间路线，则有可能给习近平机会反扑，到时候连自己的性命都不保。要维持红色政权的利益，只能向左转，甚至可能是极左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表示，联想到前2天从国内传出的4中全会的6大议题，要忠于毛泽东思想，那么回到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不可能。姜森哲则持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娃哈哈老板宗庆后把自己的私生子女都生到美国，那就意味着宗庆后既不爱党也不爱国，并且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，所以他要把财产转移到外国去，就像很多中国亿万富豪的做法一样。宗庆后的事件也说明，将来中国只会向右转，不会向左转，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，不可能走回头路。因为宗庆后代表了中国的精英阶层，即掌握着中国的财富和权力的这批人，他们根本就没有理想信念，他们纯粹就是物质崇拜、财富信仰。这些人经商是为了挣钱，当官也是为了挣钱，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贪官，而且无官不贪。在他们想象中，中国要搞政治经济体制改革，那么改革之后会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，会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。如果中国向左转，回到毛泽东时代，只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清贫，甚至赤贫。所以当前中国的精英阶层，不管是经商的还是当官的，没有任何人想要回归毛泽东时代。姜森哲认为，张又侠也许是一个红粉大左派，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也顶多就是张又侠个人意愿，因为张又侠本人是改变不了中国的。如果张又侠他要往左转，回归毛泽东时代，他是得不到支持的，因为中共党内党外的精英都不可能支持中国回归毛泽东时代。所以网传的4中全会的重要议题，很可能是中共党内左派制造出来的假消息。尽管中共党内左派的人数不少，但是他们都被边缘化了，基本上是不掌权的。现在中共掌权的这批人，包括习近平的亲信习家军，他们都不是左派。习近平搞共同富裕，几个月就烂尾了。习近平反过来又向民营企业家喊话，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。所以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只能是更加向右转，只能是更加对外开放。网民官场战场观察工作室周明在 X 平台发帖表示，专制国家高官子女们都生活在美国与欧洲，共产党高官的子女们在美国最多，他们都口头激烈反美，但在行动上都是媚美派。共产党攻打台湾的最大忌惮，就是子女们的在美签证、绿卡、公民权会被取消，在美国的财产会被冻结，高官们的在美经济利益高于他们嘴上的民族主义。你觉得中国会回到毛泽东时代吗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
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